日本传统文化不但不会给人过时的印象，反而成为观光产业的最强武器。来自亚洲邻近各国甚至欧美的游客都慕名到访这个世界人气第1名的观光城市京都。以神社祭典及舞伎驰名的祇园更成为外国游客的焦点所在。每年7月举办的祇园祭当中，多辆花轿巡游市中心，场面壮观，令国内外游客叹为观止。另外，每天晚上年轻的舞伎姑娘穿梭花街，吸引路人的目光。身处于祇园，就像是时光倒流，回到在300年前的京都，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最深日本本集为您介绍最著名花街京都祇园。原来这里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许多游客争相到访1300年前创建的八坂神社参拜，也渐渐带动了周边花街的发展，更让这里孕育了不招呼陌生客人的独特而且高傲的文化。然而住在这里的居民异口同声地说，游客们请不要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京都五花街奉献珍贵青春的，便是年少的舞伎。他们给你怎么样的印象呢？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舞伎是否要陪伴叔叔们度过夜宵的呢？中文里伎有娼妓的意思，所以持有这个疑问并不难理解。但现实当中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他们的工作是在茶屋内陪同客人用餐及游玩，晚上12点左右便会回家休息。现代舞伎已经不用现身，以歌声、舞姿、笑容为客人带来欢乐。在过去，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确实也有现身的舞伎，有机会再另做介绍。如果你有到过祇园，偶尔会在街上碰见舞伎，多数游客都会入夜前在这个地方游玩，入夜后便会返回鸭川另一端的河原町市中心。白天时，如果碰见一身和服打扮、白脸化妆、悠闲逛街的年轻女士，她们多数是参加了体验的游客吧。真正舞伎平时以正式服饰外出，多数是在晚上6点之后。工作时，他们会在家中等候，获得在茶屋的客人指名之后，才会外出赶到客人处，服侍完客人之后便匆匆回家。如果在街上碰见真正的舞伎，应该算是幸运。如果碰见他们时，最佳的做法便是静静的欣赏他们的艳姿，不要拍照，也不要凝望，保持美好的距离。舞伎打扮独特，走过石板小路时会发出特别的敲击声，吸引路人注目。他们穿的高木屐 okobo 高12厘米，鞋底是全木造，有一定的重量。鞋头和鞋底的鞋面使他们要以小步走路来保持婀娜的姿态。新入职的舞伎穿的木屐是特别版的，鞋底里有一个大洞，里面藏有小铃，走路时会发出轻轻的铃声。相传这个目的是走失了容易找寻，原理就和现代会发出声音的童鞋相同。虽然穿上高木屐，但走路时要拉高和服，目的不是避免和服拖地，而是因为昔日当舞伎的女孩大概只有10岁，和服都比较长，习惯了走路时会把衣服拉高，这个习惯成为了传统，流传至今。看见他们背影时，会留意到长长的垂地腰带 darari no obi， 全长5公尺，走路时腰带左右摆动，突出女性的优美姿态。这是模仿昔日大受欢迎的歌舞伎女角演员的打扮，这正如80年代的日本女学生模仿松田圣子的发型一样。高木屐和垂地腰带现在成为了舞伎的标记，以匆忙的步伐从家赶到客人的茶屋成为固定的工作模式。花街里的任何一间茶屋都有机会成为他们接待客人的地方，所以在新历的新年，其中一个花街的宫川町，在每年的1月5日早上11点到下午3点，他们会穿着黑色的礼服式和服，头上插着稻穗的发簪，到每一间茶屋向老板打招呼。为了想亲眼欣赏舞伎们的艳姿，拿着单眼相机的大叔组成拍照军团，在花街里捕捉每一个精彩时刻。游客在这个新年喜庆的日子里，在路边默默欣赏，还算是可接受范围，但任由根本不会成为客人的游客随意拍照，这就是舞伎们和花街个人式的宽容了。在茶屋内，舞伎会和客人过怎样的时光呢？和艺伎、乐手3人一组，
在用餐时间向客人斟酒、聊天，用餐后会表演跳舞和唱歌。茶屋里的场景就像动画相聚一刻里1号室住客一只赖花枝拿着扇子跳舞的场面一样。当然，美少女舞伎们会酝酿出另一番高贵、和谐、轻松的气氛。表演过后，他们会和客人玩小游戏，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野球拳。舞伎输了会给客人拍手赞许，没有任何色情成分。如果真的有机会参加时，不要误会而出丑了。投扇星也是典型游戏，投扇把距离2公尺的矮台上的碟击落，以扇子和碟掉在地上的位置和方向来决定胜负。想和舞伎激烈的对战一番的话，首选经典游戏金笔罗传传，配合3位线的节奏，和舞伎面对面轮流用手掌碰在台上的小碗。如果对方把碗拿上手，自己便要握拳点到台上，对方跟不上节奏和犯规便胜出。看上来像是小孩玩的游戏，正因为玩法简单，可以得到返回童年时的感觉。舞伎和客人互相展示天真的笑容。现在游客可以参加体验团与舞伎玩乐，昔日只有富豪和位高权重的人才能独享。女孩们为了生计而哄叔叔们开心，甚至希望得到赏识而踏入豪门，摆脱平凡的生活。一家又一家的茶屋形成了奇缘花街。变成花街之前，这里已经开满了茶屋，为来自全国各地到八坂神社和清水寺等东山地区神阁佛寺的参拜游客提供休息地方和茶水。最初真的是茶屋，现在已经变成可以饮酒还有用餐的高级会所。京都历来有大大小小10多条花街，现在正式的剩下5大花街，有历史最悠久的上七轩，还有位于岐原地区的岐原甲部、岐原东、宫川町、仙斗町。其中规模最大而最具代表性的岐原甲部，有花见小路和白川等最为人知的景点。茶屋外观和一般名家相似，游客们都想要透过外墙木造千本格子的细缝中窥探室内的酒宴场面。其实千本格子的目的刚好相反，这个设计是方便茶屋里的人们窥探外面有没有剑客进来偷袭，预先躲藏起来或是想办法逃走。白川在樱花季节吸引大量游客到访拍照，舞伎由挂在鸭川分流小河白川上的逊桥走向樱花小道的景色充满京都风情。逊桥旁有一座小小的神社，点缀了这一带的景色。这座神社称为承嗣大明神，顾名思义是镇守天皇居住的寓所的承嗣方位的守护神。官方资料指出，神社是祭祀代表异能的辩才天，所以深受舞伎艺伎们的信奉。传说中以前附近有狸猫出没，四处捣乱，对渡过逊桥的人恶作剧，令他们跌到河中，这使得村民非常烦恼。有一天，村民灵机一动，想出妙计，把狸猫像放在承嗣大明神的神主位来祭拜他。从此狸猫便没有再出没，村民也重拾了以往安宁的日子。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这里昔日是一片大自然，会有狸猫出现偷食物也不奇怪。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白川这一带聚集了茶屋，为了避免空袭时遭到火灾波及，茶屋被迫搬到这里立足。岐原给人印象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地区，但其实发展只有400年，相比京都市内其他地方历史尚浅。当时只有数家农家。1467年发生的应仁之乱持续了长达11年，京都市内多个地方遭到战火烧毁，首都顿时化为死城。居民努力重建家园和维持生计之后，才有余力到神社参拜。到了17世纪初，在八坂神社西楼门到现在的岐原4条车站一带渐渐发展起来，有数家水茶屋为游客提供休息的地方和茶点。短短几十年，因歌舞伎的流行带动发展，茶屋和客栈超过200家，附近一带变得繁荣兴盛。各茶屋为了拉客竞争相当激烈，于是出现了禁忌的一招，聘请纯情可爱小姐为客人添水。一大群叔叔伯伯排长龙等待店员小姐服侍，但只是这样茶屋还不满足，
趁势把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提供另类服务，满足叔叔伯伯的另一种欲望。在那之后，特别服务和娱乐逐渐分家。客人在等待提供特别服务的小姐来之前，卖艺的女士们填补等待时间。等到小姐抵达，卖艺的女士们便完成工作，由茶屋回家等待下一单生意。卖艺的女士们便发展成为现在的舞伎和艺伎，主要工作就是卖艺。茶屋是高级会所，只接待熟客而不接待生客，这是传统习惯。为何茶屋那么高傲自慢呢？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从前为了防止扫兴，客人到茶屋饮食玩乐时都不会有现金交易。茶屋主人把握了熟客的品味和财力，在接到客人预约的时候，没有厨房的茶屋向料亭下单准备食物，并预约客人宠爱的艺伎舞伎，全部费用都是茶屋主人先带垫的。到了每年的盂兰盆节或是岁末年终时，才一次向客人收费，而且费用没有明确的项目。这种生意模式要茶屋、客人、艺伎、舞伎三方互相信任才能成立，陌生客人根本没有机会参加。昔日如果客人赊账不付款，茶屋追讨无门，要自行负担所有费用，所以茶屋主人非常紧张，否则就得面对倒闭的风险。不接生客，一天三お断り，这个传统保持到现在。茶屋只接待富豪熟客，一般市民和旅客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客人，并希望他们不要前来打扰。在全盛期，茶屋多达700家，艺伎、舞伎共3000人，盛况一直维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前减至300家，而现在也不足100家，舞伎也只剩下数十人。由4条通转入花见小路，即能找到一家黑色外墙的建筑物，相信没有人会有勇气贸然冲入写着万字的暖帘之内。这是在奇缘最高格调而且历史最悠久的茶屋一力亭。暖帘上的万字是这里原本的商号，因为歌舞伎当中万字被拆分为一和力，一力这个名字深受人们熟悉，流传至今，也成为这家茶屋的名称。幕末时代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这里的客人。老字号一力亭镇守着奇缘超过200年，能够到一力亭游玩是个身份象征。结良缘的神社在日本随处可见，不过经历多次灾害的京都隐藏着多股怨念。在花见小路尽头不远的一角，坐镇着一座罕见的断缘神社。神社内有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看似贴着一张又一张的符咒，有的写着希望缠着丈夫的妖女快点在世界上消失等等语句，符咒多到连石碑也看不见。而石碑下方中央有一个洞，据说这是用来进行仪式的。一切都源自一段有关天皇的爱情故事。7世纪在位的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为了功臣新建了藤寺，寺内长满紫色的藤，环境十分浪漫。这就是这座神社安井金比罗宫的前身。第75代天皇崇德天皇特别喜欢紫藤，于是让宠妃阿波内氏居住在藤寺里。崇德天皇退位成为上皇之后，京都朝廷发生首次有武士参与的内乱保元之乱。天皇摄政，武士三方出现对立，战败了的崇德上皇被流放到香川县，被迫和宠妃分开。上皇在香川县的金刀比罗宫断绝一切欲望，闭关修行，不久后便驾崩。宠妃阿波内氏得知后，决心出家为尼，并在寺内建立观音堂，拜祭上皇。一人之乱时，这里遭到烧毁，后来迁移到京都市西部太清安井的莲华光院，再迎接昔日上皇闭关金刀比罗宫的神灵，成为现在的安井金比罗宫。灵验断绝恶缘的说法是来自于崇德上皇为了对抗内乱的敌人而下定决心与宠妃阿波内氏分开，还有在金刀比罗宫闭关断绝各种欲望的事迹。人们相信诚心向天皇祈求便能成功和讨厌的人断绝关系，估计不少人会写上上司的名字。如果你有机会到访，你会写上谁的名字呢？这座神社有正反两面，
反面是断绝恶缘，而正面就是缔结良缘了。就像昔日崇德天皇和宠妃阿婆内侍一样，女士来祈求良缘，可能不单能遇到白马王子，已经有男朋友或丈夫的，还会获赠名牌手袋。怪不得来这里的多数是女士。断恶缘结良缘石碑成为神社的主角，不过来历不明，而石碑呈现会马形，正中央有军列，相传神明显灵在军列下开了一个大洞。传统仪式中，在代表自己替身的符上写上想断的缘和想结的缘，拿着符心里念想结的缘，由正面爬过石碑，先断绝恶缘，再从背后爬出来结良缘。完了之后，便将符咒贴在于石碑之上。石碑长期贴上大量符咒，可见人世间充满了各种可悲可喜的故事。事不宜迟，导演拿了一张符咒，写上愿望进行仪式。现在他已经没有上司，可以更有意义地运用这个断绝恶缘的名额。行完仪式之后，人们都纷纷离开。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去，离神社2分钟路程可以找到重要人物崇德天皇的御庙。来这里向天皇打个招呼，诚心祈求令讨厌的人永远消失于眼前。贯通京都市东西的4条通，东面尽头坐落着鲜红色的八坂神社。在656年创建的这座神圣建筑，成为岐原这个地名的由来。八坂神社和岐原看上来完全没有关系，但不到200年前，八坂神社的名字是岐原感神院。岐原记的起源是来自于这座神社，不过神社的起源充满谜团，没有确切答案。在47都道府县巡游大阪特辑里提过借势的古坟，主人一直未有定案，日本政府禁止入内考察挖掘。坊间流传古坟的主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来自朝鲜的渡来人。至于岐原感神院的起源，也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官方说法是来自高丽的大使伊利之所创建的，所祭拜的是镇守在新罗国的牛头天王。之后再和日本书记人物荒神素坚乌尊混在一起，不过真正起源无法追究。古代朝鲜人为日本带来先进的大陆技术，使得日本得以高度发展，而地理上接近朝鲜的地方先得到了制铁技术，高度发展农业和军事。进入明治时代，政府施行神佛分离令，神佛习合的岐原感神院成为分离对象，含有非神道的部分遭到废除，佛像都交给了附近的寺院保管，剩下来的神道部分取名古代这里的地名八坂乡，改称为八坂神社。现在神社内的布置也得以确立，本殿在2020年获国家指定成为国宝。现在可以看到本殿的建筑已经超过1000年的历史。在1331年的岐原社绘图中可以找到当时的外观，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别。本殿最有特色的是其建筑风格是岐原造，只有八坂神社是这个风格，和其历史有重大关系。本殿和礼堂盖上同一个屋顶，带有佛寺的色彩。现在的本殿在1654年重建，奇迹地逃过了战乱和火灾的威胁，保存到了现在。不论八坂神社的源头是什么，因为对驱除疫病灵验而受到人们甚至是天皇的爱戴。古时候，日本为了对付疫病和怨魂而多次搬迁首都，由南坡宫搬往了长冈京。794年，桓武天皇决定迁都平安京，也就是现在的京都市。这里三面环山，防守能力极强，但是夏暑冬寒，气温变化大。建立首都后，人们聚集，食水不洁，卫生欠佳，引发各种传染病，大量军民患疫症而亡死。岐原感神院对疫症灵验，得到人们的信奉，发展成拥有超过1000年历史，每年都会举办的岐原祭。这个祭典成为京都市夏天的一大盛事。载着高达5层楼高长矛的花车，一辆又一辆在室内巡游，穿梭大小马路，
这是京都奇缘记里的焦点节目。没有人能够想象祭典规模会发展的这么大，空前的盛况暗示了昔日人们对疫病的恐惧。奇缘记会期由7月1号到31号，整整1个月。最受瞩目的环节便是在17号和24号的山毛巡游。市内各个地方共同制作了30多辆称为山毛的花车参加祭典，这已经超越了八坂神社和奇缘的范围，成为整个京都市的节目。每年长刀毛领头，其余的山毛抽签决定出场次序，每年都有变化，百看不腻。在山毛巡游后，会和其他神社进行抬神轿，共有3座，分别是刚才提及的主神宿间屋尊，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17日由八坂神社出发前往御所，停留到24日才会返回神社。这个仪式才是奇缘记的核心，山毛巡游是后来才加上的节目。奇缘记起源是日灵会，早在863年已经在天皇所居住的地方里的神泉院举办祭典，为了镇压病魔，还有因为疫症而死亡的亡灵。之后接连发生富士山爆发和大地震等大灾难，令全国陷入惊慌。在869年，按当时小国的数目制了66只长毛，还建了3座神轿送到奇缘感神院进行仪式，祭祀牛头天王。之后竟然天下太平，奇缘祭便从此每年举行，并延续了超过1100年。到了12世纪，在抬神轿时，人们凑热闹加入，跟随着以舞狮和打鼓助兴，成为现在山毛巡游的雏形。后来山毛造型也越来越夸张，使用世界各地的珍奇物品来做装饰，有与在神户特辑中介绍过的神宫皇后有关的船毛，有智儿人偶坐镇的月毛，还有代表唐被挡车充满勇气的螳螂山，五花八门。高高的长毛是来自起源的66只毛，用来驱走邪气以消灾。这个祭典虽然是京都最盛大的祭典，但参加的山毛曾多次在内乱时遭到破坏。在应仁之乱中，只有长刀毛等7辆山毛逃过一劫。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螳螂山遭到破坏，过了差不多1世纪的1981年才复活，再次参加巡游。有赖于背后众多市民的努力，才能实现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奇缘祭。不收取入场费，往往让人忘记了维持祭典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市民的热情。而可惜最讽刺的是，为了驱除疫病的祭典，竟然因为新冠疫情，多个聚集人群的节目在2020年和2021年都遭到取消。其日因为流行病霍乱横行而改期，只有在应仁之乱时才取消，长达33年。超过1000年历史的奇缘祭，要有山毛等巡游和抬神轿才有气氛。疫情过后，终于可以再次欣赏完整的奇缘祭。日本政府在2008年成立观光厅，来振兴旅游业，吸引外国游客。近10年，外国游客人数由2009年的700万增加至2019年的3200万，增幅超过4倍，成绩不差。不少人会认为更多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是一件最美好的事。不过，奇缘的居民不断受到大量蜂拥而至的外国游客而困扰，不得不采取方法来解决问题，确保这里的核心价值。大量游客骚扰居民的日常生活，留下大量的垃圾，损害了宁静而美丽的景观。春阴秋叶季节旅游高峰期与低潮的冬季，令就业不稳定，商店无法维持生意。而人群拥挤，也让游客对于旅游的体验的满足度减低。过多的游客带来不少的问题，这就是 over-tourism 过度旅游。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世界各地的著名观光地也受到过度旅游而感到烦恼。像是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因为高利益的旅游业，土地都新建了饭店和民宿，小店都被赶走，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负面影响。当地居民愤怒地袭击旅游巴士，和写上叫游客回家的涂鸦，也衍生了旅客恐惧症。奇缘因其独特的文化而遇到非一般的问题，舞伎成为了目标。当地居民根本在日常生活上不会接触到舞伎，
而在街上碰到也不会主动走近，因为知道他们正在上班，赶路招呼客人。身穿名贵和服，乱碰不会有好事发生。可惜外国来的游客根本不明白，也缺乏了意识，没有事先了解这里的文化。无忌被外国游客骚扰事件相继不绝，轻则因不理睬游客而遭到咒骂，重则和服被拉破，甚至遭放烟蒂到颈背，惨不忍睹。奇缘最核心的价值是让专属的客人得到舒适且难忘的体验。这个地方提供高消费娱乐，只接待熟客。茶屋、艺妓、舞妓，客人3方面互相信赖，就算是日本人也不能随便进入茶屋，更何况只是好奇的外国游客。所以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的人们不希望任何只能当旁观者的游客擅闯。这里原本就不是游客轻松观光的地方，因此他们更不希望被当作是主题乐园。面对过度旅游 over tourism， 要得出解决方法并不容易。重灾区的花见小路在2019年设立了禁止拍照的警告牌，牌上以日文、英文、中文写了如果被发现拍照会遭罚款1万日元，以增加吓阻作用。要阻止游客前来，便要想办法减少他们来这里的动机和价值。他们不能够在这里消费，到访的目的便是拍照留念。禁止拍照是现在最理想的办法。如果得不到效果，便会再想办法守护这里的核心价值。京都大灾难应人之乱结束之后，400年前奇缘渐渐发展成为现在日本最具风格的花街，全盛期超过300家茶屋，现在已经减少至不到800家。振兴这里的经济似乎是最优先的命题。同时，过多的游客令这个高贵格调的地方失去核心的魅力。处于进退两难窘境的奇缘，未来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